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4月27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禁止 Meta 对 Minus 的收购，并责令交易各方撤销这笔约20亿美元的交易。Minus 是一家由中国工程师创立、总部注册在新加坡的 AI 公司。它的2位创始人此前被中国政府召回开会后被限制出境。几乎是同一时间 ，DeepSeek 发布了备受期待的 V4 新模型。媒体报道说，它开源代码能力全球领先，从拉格斯到吉隆坡的开发者争相使用。中国 AI 似乎势不可挡。同一时间发生的这2件事，让人忍不住想问：中国在 AI 产业布局上究竟想要做什么？中美的 AI 竞赛真正比拼的是什么？叫停 Minus 收购能让中国赢得 AI 产业革命吗？这期的嘉宾许成刚教授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许老师长期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他有一个核心判断：真正的产业革命不可能发生在集权制度之下，这一次的 AI 革命也不会例外。许老师您好。你好。听说前不久您和这个几位来自中国的年轻 AI 创业者在湾区讨论了要不要回国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那次谈话吗？那当然，他们除了关心这个基本的评价之外，另外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回去，和是在美国的公司呢，还是中国的公司呢？创业的公司是创业在硅谷呢，还是创业在中国呢？就是这些人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的 options， 有很多选择的，是吧？所以他们还在做选择，是这个意思吗？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年轻的中国的工程和技术人员，他们往往对中国的制度不太了解。所以呢，当他们看到很多的华人是自己的同行的时候，经常的会有一种非常强的自豪感，这都没错，这个自豪感也都很好。但是呢，你可千万不要对那个制度有自豪感，那你就犯了错误。那就比如说这次Minus 他们的这个负责人被扣下，那实际上他就是没有认清这个制度的性质，因此呢，当中央政府要找他们谈一谈的时候，他就误认为那只是谈一谈，或者他误认为那是对他们的重视，但制度的残酷性他们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他们想回国的去创业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我挺好奇的，就是现在还有在美国的 AI 的创业者还想回国去创业，他们想回国创业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在创业的初期的时候，你需要大量的非常熟练的、能干的、愿意拼命的工程师，你需要这个数字挺大。你在美国你要很贵很贵的，你才能获得，在中国就很便宜。通常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力。就是他们想把事儿做成，他们有一个 idea 是吧？有一个想法，他们想把事儿做成，那回中国就是又可以有很多的这种的工程师，然后又便宜，然后又卷，是吧？对对对。就是我也挺能理解的。还有就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很大，会给人一种误解，以为那边有非常充足的资源，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那说到了这个就是地方政府的支援，我们也可以正好说一下，就有报道说，就是个 Minus 这个 AI 公司说他拿了武汉光谷，因为他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是在武汉，就武汉光谷是当地的一个高科技开发区，就是价值超过12亿元，我们暂且不管是多少亿元，反正拿了他们的可能是一些支持吧，也可能是免费的办公室，也可能是别的一些东西，就完成了这种核心的开发，后来又迁址到了新加坡，又把自己的公司拆了，又把自己卖给了美国公司。就有人说他们这种做法属于背叛了中国，现在这个结果是活该。您怎么看这样子的说法呢？如果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关于投资，关于在投资方面的你的信用，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很简单，就不会是变成现在的状态。因为如果讨论的是那个问题，那可以赔钱，你也可以上法庭，可以在法庭上判应该赔多少钱，那这个事情就很简单。但是现在发生的不是这个性质的问题，就是现在发生的问题实际上非常清楚，他告诉你你没有产权，这是真正的要点。就是说你以为你有产权，
实际上你没有。没有产权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的？它表达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你丧失了人身自由。它用控制你的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强迫你对你的产权怎么处置，它用控制你人身的方式来指导你怎么处置。所以呢，当我们讲产权的时候，往往人们有一个非常糊涂的观念，就是看是不是法律上有一个条文，看是不是有一个正式的白纸黑字写的什么东西，但是他没有去看这个产权是怎么执行的。所以呢，这一次只是无数的许多的例子中间的一个例子，就是实际中国的企业家并不拥有他们自己创造的财产的产权。因为如果一个政府可以随时剥夺你的人权的时候，你实际上是不可能有产权的，是这意思吗？对，它可以强迫你。那这次这个 Manners 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就是2008年可口可乐收购这个汇源果汁，当时也是被中国商务部一纸叫停以后呢，汇源就一蹶不振，最后就是破产了。还有90年代末的时候，有一个企业家叫杨荣，他出于商业考量，把公司的重心从辽宁转到浙江，被辽宁呢定性为忘恩负义，这是当时薄熙来当政。然后最终呢，这个杨荣也从这个风光无限的企业家沦为这个通缉犯，流亡美国。从这个杨荣啊、汇源到 Manners，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代表就是同一个制度性问题的不同演变，就是说在 AI 的时代，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相比以前有没有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呢？还是就说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就只是在中国企业家都是一直在重蹈覆辙？不可能有基本变化。就如果我们说有什么变化呢？变化就是当这个 AI 正在兴起的时候，就是当那个还没有在中国形成巨大的力量的时候，那么为了要它兴起，那么看上去像是共产党改变了政策，像是共产党一心一意的要推动 AI 的发展。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呢，只有这些个私人企业是真的有活力的。就是你离开了这个私人企业，这活力就没有。就是我们就看看中国有哪些 AI 的模型做得好，没有例外的，全都是私营的。那么由于这个原因，他就必须要支持他们。但是呢，一旦你这个变成了一个现象之后，那么下面马上所有的这些问题就都回来了。是不是你的这个资产是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当你的资产的这个发展和运用，党认为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时候，那么看上去那是你的私有财产，没问题。但是每次当党认为你的发展和党所要的东西有冲突的时候，那党就一定要来干预。那么像那个 Manners 的情况，就是你居然把你的资产卖给美国的公司，那这个党当然是坚决要干预，所以就把你人扣下，直到你的这个财产送回来为止。所以它就是这个真正的产权的问题在哪儿？产权的问题在最终的控制权。最终的控制权，共产党最关心的就是共产党对这些财产还能不能有控制力。只要他有控制力，他可以表现得像私有财产。但是只要他发现他丧失了控制，那他绝对不留情。实际上这个运作的时间长久了以后，一些聪明的企业家就会知道他要揣摩党的利益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就要跟着党走。这个最突出的应该就是腾讯，它作为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公司，相对来说它就是遇到的问题最少，那么就是因为它聪明。另一个就是华为，它就是你跟着党走，党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么党就会支持你，就是这样子。那我还是要问一下，我就从这些年轻人创业者的这个角度来说，就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就比如说从 BAT 到字节到拼多多，他们也都是发生在党国体制之下的，是吧？就是在过去20多年，还是跑出了这种世界级的公司。你从这些年轻人来看，就是虽然可能是马云被这么打了一下子，但是他们看着马化腾，看着张一鸣，看着黄峥，这种财富，不管是财富还有成功的这种光环，对于年轻人都还是很有
吸引力的，而且他们在美国也不见得就说，他们很多人也来不了美国，现在美国也很难来，然后美国的资本也很难去投中国人。就从他们自身来说，好像在中国去创业，在中国去发展，好像是唯一的一个路，而且也是他们可以去搏一下的。既然现在政府挺想让私营企业去稍微的搏一下，我不知道他们这么想，您同意吗？或者您会跟他们怎么说呢？这里重要的就是人们必须要知道中国的制度是什么。这个是共产党一个党控制一切的这个制度。就是如果我们讲企业，跟企业关系最紧密的这个制度的一个方面就是法院。但是人们需要知道，中国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法院，中国的法院是共产党的工具。这个是实际上是共产党是明说的，就是在中国讨论司法独立是不允许的。之所以不允许讨论司法独立，原因就是这是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工具，是共产党用来做事情的工具。因此当法院是共产党的工具的时候，那么无论是这个产权的执行、合同的执行，最终都是靠的是法院。但是人们需要知道，这里的这个底线是共产党控制的。那这个一切的问题就都从这儿，如果你深入的去思考，你就会明白，任何的一个商业做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各种各样相关的合同，然后你雇的有律师，但是你需要知道你的合同最后的执行是怎么执行，你最后靠的是那个法院，法院是共产党的机构，然后你的律师也必须听党的领导。所以呢就在这样子的制度下呢，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朝着这个方向是扭曲的。所以当人们不去看它的时候，等你碰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但是我还是刚才那个话，就说这么多年这个制度一直都是在那儿的，但是呢，中国的民营企业也都是在这种灰色地带这么长出来的，也还是长出来了这种的很大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很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如果就是他们想要去创业的人，想要去发财致富，想要去成功的人，他们就觉得这个灰色地带是可以去做的，你让他只去看这个最后的这个东西，也很难说服他们。我不知道，就说从现在这个点来看，和20年前来看，您觉得中国这个制度，也许您觉得是没有变化，但是这个灰度有没有变化呢？如果说有变化，整个的变化是更坏，不是更好。更坏就是从19年往后，尤其是21年到23年之间，就是这些个在美国上市的或者试图去美国上市的，发生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这个事情离现在还很近呢，但是人们已经似乎就忘了，或者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蚂蚁金就是那个服、蚂蚁金服上市，滴还有滴出行滴滴一系列的是吧？那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只不过就是没有抓人，因为他面对的每一个具体情况都有一个具体的说法，所以人们会误认为所有出的事情都是那个具体的说法。实际上每一个具体的说法都是一个具体的借口，就是有无数的具体的借口，但是所有的事是同一件事儿。就比如说这个 Manus 这个事情，当然就是它是交易已经成了，是吧？它都已经就是完成了这个交易，然后钱大家都已经拿到了。我听说相似的就是21年的时候，这个 SOHO 中国就是潘石屹和张欣他们的公司，他们和黑石其实都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然后他们竟然是以反垄断的这个借口把这个交易给它否定，简直就是可笑到极点。因为中国有几千几万家的房地产公司，而且他们 SOHO 中国是这个里面不是一个那么大，他们专门主要是做商业房地产，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公司，竟然是以反垄断的这个为借口来给他否定，他都懒得找一个真正的借口。但是呢，对这些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是不太看历史，他们也不太看这种不成功的经验。创业的人可能就是天生他们想要去看成功的经验，这可能也有一点点关系。这个什么叫做成功，这个里边其实都是需要认真看的。就是说现在回到这个 AI 的公司，那么人们就有一种误解啊，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在支持 AI 上面好像就是无限的支持，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呢，它这个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呢是在和美国进行竞赛。那么在这个竞赛中呢，他看明白了，
就是这个私营企业是真正的力量，那么它依赖这个力量来和美国竞赛。但是呢，另一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所有发生的那些事儿，那些是不分领域的，在任何领域共产党一定要控制。所以在你这个企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在帮助你，但是正是因为他在帮助你，那个本身就是他的控制的那个部分。他在帮你的时候，你觉得好的不得了，但是一旦你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企业了之后，你必须在他控制之下，就是你任何偏离他的控制的地方，你的危险就来了。那能不能理解为您说的就是这种的是一种竞赛，就像冷战时期的美苏的这种军备竞赛，但是当时都是这种的军工企业竞赛，那现在就等于说中国政府是把这种私营企业纳入它的这种竞赛的这个框架之下。对，你就包括电动汽车，你比如说比亚迪，比亚迪这是竞赛中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工具。现在我们知道比亚迪欠债欠得很严重，他欠的就是这个供应链，他欠人家钱，那么这个他欠钱这个数字都大到了好几千亿，就是他可以这么做，那背后是因为是政府嘛，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就是这样的发展。但是这个蚂蚁金服要做的事儿和党的利益不一致了，那么你哪怕是所有上市的手续一切都办完了，它可以突然就在上市的前夕就把它停住。你像这个滴滴出行都已经上市了，然后反过来收拾你，就是只要党认为你和他利益不一致了，任何事情可以发生。现在就是关于中国在 AI 上面的发展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我说几个说法，我特别好奇您怎么看。就其中之一吧，就是被称为这个中国的独特的制度优势，就是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就有人说，就比如说上海、北京、杭州，他们的这些官员就像风险投资人，像 VC 一样的抢这个 AI 的项目，提供土地呀、补贴呀、算力啊。就说您会怎么来评估这种地方竞争机制对 AI 发展的实际作用？他们能替代什么？不能替代什么？就是在 AI 产业革命这个语境下，政府资本和市场资本在功能上的根本差异是什么呢？首先，一个地方政府不是私有的资本，那么由于它不是私有的资本呢，它的所有的行为和私有的资本的行为就是不一样的。风险资本的背后是私有的资本，然后风险资本是一定要赚钱的，然后风险资本是在你不能赚钱的时候你是要破产的，所以它的所有的评价它都是从资本的运作的角度去做的评价，那么就包括了它的退出的机制，包括了它事先的评价机制，然后跟着这个项目的每一步的评价的机制，每一步的进一步投资的机制和最终的退出的机制。所谓的最终的退出机制基本上依赖的就是上市，所以它是紧密的和证券市场在一起的，没有了证券市场，风险投资是不能运作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已经基本没有了风险投资了，就是中国曾经一度是风险资本投资世界上第2大的国家，甚至有个别的1-2年是超过了美国，是最大的。哪里来的这么大？大量的是美国来的，是加州来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风险投资曾经都在中国运作，然后呢又培育出来了大量的中国自己的私营的风险投资。那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了呢？没有了，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的证券市场不能够正常运作，然后香港的市场也在2019年之后也搞垮掉。搞垮掉不是说彻底垮，而是它大幅度的下降，就不能正常运作。然后又把刚才我们讲到的在美国上市都出问题，那么就等于中国政府的做的这些事切断了中国去美国上市的那条路。所以几条路一起垮掉了之后，风险资本必须退出去，因为风险资本它没有所谓退出的路了，就是退出机制给它搞掉了，所以中国没有了风险资本了。那么名义上中国还存在，就是没有了美国的了，名义上还保存有中国自己的私营的风险资本，但是如果你去看看那个中国的私营的风险资本资金是哪儿来的，你就会知道他们的资金都不是私有资金，
他们的资金的绝大部分都是国有资金，就是国家把他们变成了国家的代理人，是中国的名义上的风险投资，实际上是中国国资的代理人，包括地方政府，大量的地方政府的代理人。所以要么就是地方政府直接去投，那么地方政府有的时候会发现呢，这些风险投资的人比他们更专业，所以呢就换风险投资的人去投，但实际上呢他要去指挥他们，因此呢他们的行为都不是风险投资的行为。那这是这一个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就是由于地方政府不是私有资本，那么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国有资产从来都有的叫做软预算约束的那个方面。什么叫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就是它不会破产的。每一个地方政府资不抵债的时候，它不会破产的。投资的时候，他考虑的问题不是我资不抵债了怎么办，他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中国100%的地方政府都欠债，而且都欠很大的债。许多的地方政府他们已经欠的债是还不过来的了，但是由于它不是私人公司，它不会破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竞争的是中央政府给的指标。中央政府没有具体指标，中央政府关心的就是你们给我竞赛，你们在竞赛里谁能把 AI 搞得比别人强？浙江是不是能比上海强？上海能不能比深圳强？等等等等。因为 AI 是中国中央政府的最重要的一个竞赛的目标，所以在这个竞赛的目标下，每一个地方政府我根本不关心资不抵债的问题，我欠很多钱我也干。所以呢就给了投资者这个创业者一种误导的印象，认为中国有无穷多的资金可以给他们用，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幻觉。事实上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上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而它跟美国竞赛 AI 呢，是把它原本急需用来解决中国的严重经济问题的资源给调到了 AI 去了，就用这个经济学的行话叫做资源错配，就是资源配置错地方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另一面看呢，中国在 AI 的发展变得这么强，那么就看上去这个很奇怪嘛。实际上这是同一个事情的两面，就是他把原本应该用在解决经济问题上的资源给花到那里去了。我是认识很多做互联网的 VC 的，他们都是基本上是美元 VC。前些年中国的这些的 VC 行业就是最火的时候，正好是我写中国互联网的时候。他们会说现在实际上还是有一些 VC 是年轻的，更年轻一代的做 AI 的 VC， 和他们不是一代人，这些人还是很活跃的，他们也做，整天忙得要死，做很多很多的 deals。 然后呢，去年我也碰到了这个做，主要是香港上市，去年香港好像是全世界上市的 IPO 最多的一个股市，有这个律师呢，他们一年做几百个 deal。我是10月份11月份见的时候，他们就简直嗨到不行了，都是做中国的这些的，而且很多都是和 AI 相关的。但一方面来说，就是中国经济是很差的，你前面也都说了，这些 VC 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化运作的这么一个行业了。我自己就一直都想不清楚这个里面的这种反差的，也不能说他们完全都没有一个，他们还是在想有退出是从香港这边退出，还有 A 股这样退出，这算一个真正的退出吗？这个怎么赚起来？因为任何一个产业它最后还是要赚起来，你要投入，最后要退出，是不是？就是整体上看，如果我们看金融上，在 AI 上两边的情况是什么？是在中国呢，它就和整个经济遇到严重的问题相比，那么 AI 像是一个热点， AI 和机器人是一个新的热点。即便是电动车现在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问题了，就是以前讲的新三样已经全都出了很严重问题了，就是卖不出去，债都变得很高了。那么现在 AI 机器人变成了新的热点，在这个股市上看上去和中国自己比前面热闹起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是认真的看，就是香港的股市资金来源是什么？用他们行里的话叫做主要是南下资金。
什么叫南下呢？就是中国国内的资金进入香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为什么重要呢？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整体有严重问题。当中国的经济整体有严重问题的时候，就中国至今仍然是通缩的状态，房地产还在继续向下垮，那么带来的整个的内需严重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投资能力一定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不是这个情况，假定如果这个香港的股市它的资金的来源是比如说中东国家，是欧洲国家，是美国、日本，那就是完全另一回事了，那就是真的就是有翻转了，就巨大变化了。但是只要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来自中国国内，那它的限制就已经由中国自己的经济的困境决定了它是有限制。那么如果我们看数字就更清楚了，就是中国在 AI 上面的总的融资融了有多少，所有的全加起来，不仅仅是证券市场，所有一切都加起来，和美国比，那就是差得很远很远了。那个就是有不同的计算的方法，但是基本上两边的差距是差一个数量级，按不同的算法可以是10倍、10几倍，甚至几十倍，就是差很远很远，就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呢，有一些人呢对中国了解的并不清楚，当他们做中美的 AI 的对比的时候，其中了解的不够清楚的人之一就是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就以前谷歌的董事长。对，他在讨论到其他方面的时候，他的认识并不太清楚，但是讨论到金融的时候，他认识很清楚，因为金融上简单，他就很清楚。他说，那我们现在美国比中国强的就是金融，说我们谢天谢地，我们金融比他们强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当人们说他金融强的时候，这个地方人们必须要认真的来看他金融强什么意思。比如说在美国跟 AI 相关的哪几个公司是怎么个强法，那我们具体的看，那第一个就是英伟达。英伟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就是这么高的市值的公司。那原因是什么？太简单了，因为全世界的 AI 的芯片是他造的，就是全世界只有很少的芯片是别的公司造的，都是他造的。所以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产品，这是制造业，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公司是在美国，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的公司制造的是所有的 AI 要用的芯片。那接下来那就是 Google 这个 Meta， 那这些全都是 AI 公司呀。然后这个我们再看的稍微宽一点，就是台积电，全都是 AI 公司，都是实实在在的大规模的在生产 AI 的产品。那么生产 AI 的产品，那有人可以说，那你这些 AI 产品是什么？产品就是从用户那里挣来的钱呢。那我们再看看从用户那里挣来的钱，中国和美国做个对比，非常清楚啊，差几十倍啊。如果你挣的钱差几十倍，当然你的公司的市场上的值就是差这么多。那你这个为什么两边的投资这么不一样？因为你从你的用户里能赚多少钱呢？当你讲一个一个的各种指标的时候，所有的指标你如果像下面我们讲的是商业，我们讲的是经济，归根结底不用讲技术的内容了，那你就说你挣多少钱，那就很清楚，两边差几十倍啊。我和中国做 AI 的这些人聊，他们别的东西就老说中国这个强那个强，但是一说到就说这种所谓的变现，就是说有人愿意花钱买他们的服务这一点，他们都说还是要到美国来，就是中国的那边他们还是很难能收得到钱，这个他们还都是承认的。是，可能您稍微说一下金融是怎么回事，因为您只说金融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个很抽象的，这个和制度有什么关系，对吧？对，金融呢其实指的就是投资，当然金融不光是指的投资了，但是我为了简化，就是金融指的就是投资，就是说你能够调动大规模的资源去投资。那么调动大规模的资源去投资，在人类历史上一共就有2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资本主义的办法，就是金融。那金融呢就是无非是有2个方式，一个方式从银行，一个方式从金融市场。但是产业革命从来都只产生在
金融市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那是谁呢？最早是英国，然后就是美国。那英美制度是金融市场制度为中心的，那么它是靠这个聚集了大量的资源，然后把这个资源调动起来，投到他们认为值得投的那个领域。另外一种大规模调动资源的方式呢，就是中央计划经济。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那苏联的时期也曾经有过非常快的发展，非常大规模的发展，而中国的发展都是从苏联那边复制来的。然后呢，中国的改革呢，变成了计划经济和金融混合了。但是它虽然混合了呢，它从来也不是资本主义的金融的制度。原因呢，就在于资本主义的金融的制度，它依赖的高度的对产权的保护，和依赖的高度的独立的司法体系。而共产党呢，不能允许司法体系是独立的，共产党呢也不保护人的人权，所以呢，它名义上的那个产权呢，实际上通过侵犯人权，它都任何时候可以侵犯的。那么当这几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金融就没有办法发展。就是中国虽然名义上也有 A 股的市场，那 A 股的市场从来就不能发展，原因就是因为刚才说的这两条，就是第一条没有独立的司法，第二条不能保护产权，这两个东西决定了 A 股市场没有办法发展。然后这个港股呢，原本香港的证券市场是非常发达的，但是自从2019年发生的变化之后，香港的整个司法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香港是保证司法独立的，它保证司法独立里边的重要的环节是法官，谁是法官？那么自从那个变化之后，外籍的法官全走了，然后呢，香港自己本地的法官丧失了独立司法地位之后，他认为他不能运作的这些法官也都辞职走了，所以这个法庭已经丧失了它的独立的这个性质。在这个背景下，在这个中央政府不断的给香港施加各种压力的情况下，也严重的影响了香港的股市的发展。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香港的股市资金来源都是南下，那为什么提？就是第一，这是事实；第二，我们要认识为什么它的资金来源很少从发达国家来，那就是因为刚才讲的原因。在司法不独立、产权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外来的资金来源，他们担心他们被陷在里头，所以他们不敢来。中国的互联网的发展，就我补充一下啊，就是给大家一点这种的背景知识。就比如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前面那个徐老师也谈到了，很多是依靠这种美国这边的风险投资的基金。那当时风险投资基金为什么愿意去中国呢？是因为当时中国允许有一个叫 VIE 这种架构，就是说他们的钱投到一个海外的一个实体，然后这个实体是受这种的海外法律的保护的，然后呢，公司的运行是在中国的。但是现在呢，中国政府它实际上是让大家去拆这种红筹的架构，本来就是现在中美的关系已经不好了，然后又是这样子，基本上现在就是这方面的风险的投资，大家谁愿意去冒这种险，就是投到一个中国公司里面，你的钱很难拿得出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就是一个很复杂了吧，但是我觉得 Manus 这个事情真的是，如果国内有一些这种 AI 创业者，或者你们的从业者，你们是那的工程师，你们谁要想来跟我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为什么就是愿意在中国发展，认为中国是更有希望的，或者是你有别的想法，我都非常欢迎你给我写信，我很愿意和你们对话，非常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如果我们有什么说的不对的，也欢迎你们来批评。我也还想问你，就是中国现在在那个 AI 领域大规模的拥抱开源的策略，就比如说这个阿里的通义千问，累计下载量超过10亿次，然后中国的开源模型呢占全球 AI 应用总量的约1/3，就有观点就认为说，开源本身就是一种软实力扩张和全球影响力建设的有效路径，不需要在前沿创新上领先。就您怎么看这样一个观点？您怎么来评估这个战略的可持续性呢？对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在这行里，就是包括学术界，也包括技术界、商业界，
一直是个争论的问题。争论的问题呢，就是学术界的人当然希望是开源，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学术的人是要发表论文的，所以呢，学术界的人就会永远会告诉你为什么开源是重要的。那么开源呢，会帮助学术的进步，因为学术的进步不关心是你超过我还是我超过你，他关心的是我的学术一起在发展，科技的发展是吧？对我们公开的交流一起在发展，这是他们关心的，这是个辩论的问题。那如果我们看证据呢，在2024年，就是前年到前年呢，开源的和这个闭源的两边的这个技术水平的差距在缩小。那么当这个差距缩小的时候呢，人们就会说，如果这个差距继续缩小下去，开源会不会就超过了闭源？2024年的时候，差距已经小到了0.几了，但是呢，到2025年一下又拉开了。现在他们两个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3.几了。现在我讲的这些差距都是指的这技术指标，但是你最终重要的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因为当我们讲产业革命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商业，讲的是经济，最终你得落实到商业上。商业上现在 AI 赚的钱绝大部分都是闭源的，最终商业是决定一切的。就是第一，就是说性能上，哪怕是看的是比赛，闭源的和开源的也拉开距离了，而且还在拉开之中。那再看实际使用，商业上赚钱大规模的是在闭源，而且呢，现在是赚钱的速度在迅速的加快，那迅速加快都是闭源的。对 Anthropic 那个钱简直就是滚滚而来呀，感觉。对对对，那我这儿就想具体的解释一下，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比赛啊，差距好像只有3.几，也不大呀。但是事实上，使用和那个测试的比赛是两回事儿。原因是因为呢，事实上在使用的时候，这些闭源的模型提供了大量的非常具体的那些方便容易，就是现在不叫做 AI agent。AI agent 这个东西，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叫做 Open Cloud， 它是个开源的，就中国叫龙虾是吧？对对，龙虾。这个龙虾呢，它是开源的，然后呢，它利用所有的开源的东西合在一起，来变成一个好用的一个自动的一个 AI agent。那么这个东西呢，如果你是那行里的人，那么你用开源的东西，你不需要用闭源的东西，你自己可以帮助你自己就做出来了。但是你对于绝大部分的不是专家的人，实际上自己做是有困难的。那为什么人们用这个闭源的模型而不用开源的？道理就在这儿。现在无论是哪一个顶尖的公司在美国的，它为你都是提供的不是单纯的聊天机器，它给你提供的是一个帮你干活的机器人，他帮你把大量的事儿都给你干活了，你愿意付钱，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赚钱赚得很多，而且涨得很快。你比如说我自己现在同时雇2个这种 AI 的机器人，2个不同公司的不同的事儿，他们有不同的能力，有不同的专长，然后而且我有的时候要他们互相对峙，让他们互相比赛，然后来保证我的工作能做得好。那我宁愿两边都交钱，而且你交钱交的少干不来的，你得交钱到了一个程度，他才真干得好，而且他真干得非常好。那我再问你一个吧，就是上周五 DeepSeek 发布了 V4 的模型，就 DeepSeek V4 是首个专门针对华为深腾芯片架构做优化的模型。据报道，这是应北京方面的要求，DeepSeek 配合华为做的。当然 DeepSeek 它的这个 V4 的技术报告对它训练所用的芯片只字未提，但是呢，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官员声称说 V4 仍然是用被禁止出口的英伟达芯片训练的。而同时呢，这个 Anthropic 和 OpenAI 又指控说 DeepSeek 通过大规模的蒸馏攻击提取了美国模型的能力。就如果这些指控属实的话，它对评估中国 AI 的这种原创创新能力意味着什么？因为 DeepSeek 被认为是特别能够代表中国的 AI 原创创新能力的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呢，首先一点呢，就是在这个之前，它的所有的从训练到运作一切都是用的英伟达的芯片，这个都是硬证据。
然后现在这次呢，实际上 DeepSeek 自己没有真的说它都是用的华为芯片，那这个是一种恍恍惚惚的，它是模糊处理了是吧？我也不说我用了谁的，我也不说我都用的华为，我也不说我没有用英伟达，是吧？对对对对。那刚才你讲的那个呢，实际上也都是有硬证据的，就是它用的是英伟达的芯片。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有 AI 领域的专家，我就不提具体人了，是这个华人，是在美国的，非常认真的读了 DeepSeek V4 的论文，通过认真的读他的论文，专家的判定，这个是英伟达芯片训练出来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英伟达芯片从来不是单纯的芯片，英伟达芯片意味着它用的是那个 CUDA， 那个是软件系统，所以只要你是在那个软件系统里的，你就是英伟达芯片。所以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它其实用的是英伟达芯片。那这下边来了一个问题，英伟达芯片对中国早就是已经有了严重的限制，它怎么用的英伟达芯片？那这里边呢也都是有硬证据，就是它实际上他们接入了美国的服务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方面有硬证据，因为你接入了它的服务器，你用他们的服务器的运算力量，然后是哪一个服务器是什么时间进去的，全都是硬证据。还有接入了新加坡的服务器，也都是有记录的。一方面呢，美国限制这个芯片卖到中国去，所以呢，在中国他要说自己用这个芯片搭在一起来弄，它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早先呢，他们存了很多，这也都是有证据的，他们存了好几万英伟达的芯片，还有在那之前又买了很多，所以这些呢都指的就是说它的算力是从哪儿来的。那另一面呢，就是说它的实际的功能是什么样。他们呢有很聪明的工程师，工作做得很好，所以使得它在这个全世界的开源的模型里，它是最强的，至少是之一。但是整体上，刚才我也已经说了，就是一系列的指标都很清楚，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型，哪怕是按测试比，中间的差距也是3.5%，是个显然差距。还有就是实际使用的时候，不是按照这测试来的，实际使用的时候是人们是需要把它们拼搭在一起，变成一个就是 AI agent， 但是开源模型目前没有这样的。我再问你一个吧，还是和这个 DeepSeek V4 发布以后呢，美国也有这个分析，就认为，就说美国现有的这个对芯片的出口管制已经帮助维持了大约7个月的技术领先，进一步收紧可以将这一个差距扩大到以年计算。但是呢，英伟达 CEO 黄仁勋他就认为，就说他一直都在说这个出口管制只会加速中国自建生态，无法真正阻碍中国 AI 能力的发展。我不知道，就说您怎么看这个芯片管制？作为一个工具，这个芯片管制能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这个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吗？还是怎么样的？因为美国这边对这个的争论也是很大的，就是黄仁勋是一派，而且呢，所谓的川普政府的这个 AI czar， 就是专门管这个 AI 发展的这个 David Sachs， 他也是基本上和黄仁勋是差不多的看法。您怎么看？就美国应该加紧对这个芯片的管制吗？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有好几个角度，其中的一个角度是通常人们关注的就是最先进水平，就是华为的最先进的和英伟达的最先进的中间有显然差距。那么通常人们关注的是这个，所以呢，如果英伟达出口给中国的芯片，把它的先进程度降下来一些，降到了跟华为差不多，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了？这个看问题的角度呢是对的，但是不完全对。对的那一面呢，就在于呢，的确呢，你的这个 AI 模型使用的是不是最先进的技术，是直接影响了你的无论是训练啊还是推理啊，都是有显然影响的。从这个角度讲是对的，但是不完全对在哪儿呢？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它不是单纯的讨论你有没有最先进的芯片，它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你是不是有足够多的、足够先进的芯片。
就是不是单纯的质量这一面，数量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在讲资金花在哪儿了，资金里边最大头的就是芯片。所以为什么美国的资金进去那么多，中国的资金没有那么多？一方面是中国没有这么多的钱，另一方面是他有钱也买不到。大家就是其实拼的是算力。对，然后当人们讲说华为制造的最先进的芯片跟英伟达中间的差距好像有一些，但是也没有那么大，这句话对还是不对？这句话呢，对了一些，但是不全对。为什么呢？不仅仅是华为造不出来最先进的芯片，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华为的自己能生产的最先进的芯片，它的生产能力非常非常低，这是真正卡脖子的地方。华为的芯片一年是论10万计的，英伟达的芯片是百万千万计的。原因是因为背后是谁在替你做半导体？英伟达的背后是台积电，是三星、SK 这几个公司合起来提供的芯片，而华为原本也是靠台积电，后来给它卡住了。自从台积电不能给它了以后，它一下子产能就下去了。因为中芯国际没有能力大规模产，就是当人们说中芯国际能生产7纳米的芯片，你要知道它的7纳米芯片怎么生产的，它多次曝光，良率非常低，成本非常高，它根本没有生产能力。就是说能不能造和是不是有效率的造是两回事。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大规模的向中国出口性能还可以的，相当于华为的那个芯片，那当然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要限制中国的 AI 的发展，那你大规模的生产华为能生产的那些芯片，那你就当然就解围了吗？因为原本华为没有能力量产，那你说华为只要有能力生产某一个东西，我就按照它那个水平大规模给你补上，那就好了，那这个解决了，问题解决了，解决了是给中国解决了问题，对吗？对对对对，也给黄仁勋解决了问题吗？不就是这意思吗？实际上英伟达呢，现在它的产品是严重的供应不足。对，其实它不需要中国这个市场，是不是？它根本是供不应求。那在它严重供不应求的时候，它并不真的那么迫切需要中国的市场。那为什么他总是站出来给中国说话？我也跟您刚分享了最近就是很火的一个播客，我到时候把这个链接也可以发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后面，他特别好的一个采访科技行业的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50几分钟以后就是他们主要是谈中国的问题。这个黄仁勋就是我觉得他就在那说中国有 ghost city， 还有中国有就是 ghost data centers， 就是中国建了很多的就是没人住的楼，也建了很多没有用的这种的数据中心，就他们可以把这个比如说不是很好的这个芯片可以放在一起，他们主要是烧这个电力，中国有很多的电力的供应，就美国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好的，是因为我们美国没有那么多电，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算力的就是非常的 efficient 的，要这个效率比较高，就说了一大通，我就觉得他有点强词夺理，我实际上还是实在是不太明白，就说他现在他的芯片真的是供不应求，他为什么老要去给中国说这个，要说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中国出口，不要搞这种出口管制呢？我的理解呢是最大的原因是产业链。产业链呢是因为呢，如果我们看英伟达的产业链，它绝对不能少的，就是最硬核的产业链是台积电、三星、SK 这3个半导体公司，这个是没有其他地方能代替的。然后它的第2层的产业链就是中国了。那么因为呢，英伟达呢，它是设计芯片，然后呢再把做好的芯片呢要放到接线板上，要装配在一起，然后最后又再装配成整个的机器。那么这个装配现在是大量的在中国，然后它现在越是供不应求呢，这个产业链上的问题就越大。就是它为什么要接线板呢？就是现在专门为英伟达做接线板的公司，就刚这个前2个礼拜在香港上市了。
这个很红火。就是为什么这个公司是涨了5倍还是多少第一天？对呀，为什么中国的公司在 AI 上很红火？因为它是英伟达的产业链，而且呢，这个性质的英伟达的产业链，这个性质公司在中国不是它一个，好多呢。这些技术不是说在别的地方做不了的。但是为什么它这样呢？因为第一它便宜，第二呢，当它要迅速扩张的时候，因为它现在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它需要那个产业链很灵活。我突然这个供应要增加的时候，我就希望你这个厂子替我配合，来快速的给我扩张。那么这些事情是在中国是有这个优点的。我的理解是，他为了保住他在中国的产业链，所以他要保住这个产业链呢，他要保住它的整个的生态体系。万一它的生态体系要是被别的东西给取代了，他这个工作不好做了。所以这是我的理解。那我再问您一下，就是我们再回到 Minus 这个事情上，这个事情最终对于中国的这些 AI 创业者来说，是不是就说从现在来说，他们只有2条路可以走，或者你从第一天开始，你就是在海外做公司，然后你所有的人都在海外，或者你就彻底留在国内。您觉得这个判断是对的吗？还有就是说，这个变化对中国的 AI 的人才和资本生态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讲的是比较安全的、有把握的，那就是只有2条路。如果你走钢丝碰运气，你可以去试别的法儿，但是你试别的法儿呢，就是这个例子就告诉你，你试别的法儿，你要是一点都不重要，别的法儿你没大概做成也没关系。对对对对，你一点都不重要，是你仍然可以生存。一旦重要了，那就是一定是不行的，就是重要了是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就如果你已经算好了，我这工作没可能重要，那你就可以那样做。对 Minus 其实说句实话，它从战略上也没有那么重要，它不过就是一个 agent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嘛。但是呢，大家就说实际上是党国要给大家树个样子，就说你不能这么干。对，它是这样，它的重要性其实是因为 Meta 把它买了。如果不是 Meta 把它买了，如果它就是搬到了新加坡，就在新加坡自己的独立运作，那会不会发生这个就不一定。但是 Meta 买了，这就重要了。为什么就重要了呢？因为 Meta 是个竞争对手。实际上呢，AI agent 大家讨论很久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做好。那里边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一个聪明的想法。但是，一旦有了这个聪明的想法，那么 Minus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聪明的想法拿来实现，然后把它装配到一块儿，装配到一块儿，然后就成了单独一个公司。应该它是要闭源的，它不要是开源的，那就拿去卖钱了。所以一旦拿去卖钱了，如果 Meta 用了 Minus 的 AI agent， 那么 Meta 是一个世界上影响非常大的公司。这个 AI agent 进到了那个平台里去之后，那就会一下就变得重要了。技术上它就是快聪明，但是没有真的特别了不起，但是商业上就是重要。其实中国的大部分的工作都是这个性质的，技术上其实中国至今没有真的重大突破。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觉得现在这种 AI 的产业革命的这种竞争格局，最接近历史上哪一个时期，或者是哪一种竞争模式呢？我们如果就是往下看的话，比如说5年以后，中美的这种 AI 竞争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一下预测。应该最像的是像互联网，应该最像互联网。那就是互联网，中国也很聪明，所以有了阿里，有了腾讯，就是很聪明。那大家会说，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实际上比美国的互联网要好用啊？是这样，在中国，阿里跟腾讯的大发展，还有百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政府把美国的这些都赶出去了，这非常重要的背景，把他们都赶出去了。所以在今天，在中国 Google 搜寻是不能做的。就刚才你说中国互联网比美国好用，那看指的是哪个方面？如果我们讲的是搜索引擎，那中国比美国差太远了，那不是差一点点，实在差太远了。而这个互联网里可能最大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搜索引擎了。AI 呢，跟互联网比呢，会是很大的有一点不同，
就是这里边的技术的内容要比互联网多了特别特别多。还有呢，就是一旦 AI 进入到现在 AI 可以自我改进的这个正循环之后，这个发展的速度会大大加快。那么这个东西现在才刚开始，所以呢，两边的状态呢不容易判断。但是有一点很容易判断的就是两边的基本制度完全不一样。基本制度的完全的不一样，就导致了在金融上完全不一样，就是金融上两边是天壤之别。那么技术上之所以现在看去好像这个距离不太大，原因是两条。第一条是高度的人员的流动，就是大量的中国的做 AI 的人是中美之间来回跑，然后呢，大量的美国的顶尖的机构里边满都是中国人，这些人呢，即便是不往回跑，也都跟中国的国内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及时的就把内部的东西全透出来了。这个当然就使得这个差距在抽象的水平上两边差距很小，因为这个信息全是透明的。但是呢，由于两边的投资差得很远，这个东西变成了工业之后，它就已经不仅仅是论文的水平，不仅仅是知识的交流，而是工业的产品。工业的产品一定跟投资是在一起的，就是哪边有巨大的投资，哪边有巨大的计算的能力，那么当这个计算的能力转化成自我改进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两边的算力之间的重大的差距是直接跟这个投资是在一起的。在这个机器变成了可以自我改进之后，投资就变成了你的智力的水平了。所以从这儿你可以预见，就两边会有没有办法缩小的差距，是从这儿来，就是制度来的，就是归根结底还是制度，就是制度来的。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具体例子，就是第二次产业革命时候造汽车。汽车不是美国发明的，但是产业革命成为一个现象是在美国，而不在德国。如果我们讲这个汽车的质量，德国从来质量是比美国高的，但是它作为一个产业革命的现象是在美国。为什么？因为大规模的造汽车，大规模的投资在造汽车的工厂上和造出来了巨大量的汽车是在美国发生的，不是在德国发生的。就是这个福特汽车制造厂，它的重要性不在于福特发明了汽车，它没发明，而在于它发明了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实现汽车的方法。那这个 AI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中国是一个一个的模型，你可以讨论这个模型的精密的程度，这个模型和美国没有什么差距了，等等等等，但是它都和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规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徐老师，您有什么书或者是别的什么可以推荐？我就根据今天讨论的内容呢，我推荐3本书。第一本书呢是原理性质的，是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我讲的这几本都是有中文翻译，国内出版的。熊彼特的书名字叫做《经济发展理论》。那在这个书里呢，他有这么一句名言，这句名言他说：没有信用创造就没有产业革命。他说的信用创造指的就是金融。金融是干什么的？金融就是干这的。当然他呢这个里边讨论的比较多的呢是银行体系，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金融的制度。这是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呢，重点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里边的金融和产业革命是怎么交互发展在一起，为什么金融那么重要。这是戈登的，这个书的名字叫《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里边的重点就是讲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尔街怎么样发展成了巨大的金融的中心，怎么样这个金融的中心成为了美国的产业革命的中枢的力量。就是
有没有这个决定了产业革命能不能发展。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今天大家都熟悉的通用电气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是爱迪生建的，那么通常人们只说爱迪生，没有讨论爱迪生哪里来的融资，这个背后是巨大量的融资，所以这个是直接是和华尔街在一起。另一个就是美国钢铁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上市的公司，那么曾经美国世界上最大最强的钢铁业，那这个东西是直接和它上市大规模融资是不可分的。那今天的 AI， 人们看看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全都是 AI 公司，什么意思？跟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那个是完全是一回事儿。那第3本书呢，讲的就是风险投资了。这个书呢是尼古拉斯写的，这个书名字叫做《风险投资史》。这个呢讲的就是第3次产业革命，硅谷第3次产业革命里边的最重要的基本的制度的方面，金融的方面，就是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是个特殊的金融制度，只有这个金融制度才有可能产生第3次产业革命。现在是第4次产业革命，使用的还是风险投资这个工具。OpenAI 和这个 Anthropic 融了多少钱啊，真的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数量。那我也推荐2个吧，前面我也提到的就是这个 Divakash 这个 Patel 他的对这个黄仁勋的播客的采访，我们把这个链接放了上去。还有一个是李厚成，就是他在这个世界苦茶的播客里面前几天做了一个直播，他讲了一下就是 DeepSeek V4 对这个 GPT 5.5， 他的题目也比较耸人听闻，就是中国 AI 短暂的2025黄金时代真的结束了吗？就是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听一下。对我一个对 AI 没有那么知道的人，他还是把一些基本的概念给大家理了理，我还是从里面学到了不少。那好，谢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